随着光环的融入这片万界之中后，元尊的双眸中显现出未来一连串所发生的画面。他看到了未来第1年的景象，诸神万界一片安宁，没有丝毫的异动。接着是第2年，依旧是平静无波，直至第9年、第10年，诸神万界的天地间依然保持着祥和与平静。元尊的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因为他知道，这代表着他所守护的诸神万界在未来的岁月里将不会受到任何威胁。在这个过程中，元尊的情绪细微而深刻，他的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变化。神元宫的气运之物消散并不寻常，而未来的10年时间又没有任何的异动，这让他感到一丝不安。他知道，虽然目前看似平静，但作为气运之神，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未知的变数悄然而至。就在元尊觉得这10年异常的平静时，时间再往后推移一点，一道轰鸣声从诸神万界的遥远上空处传来，整个诸神万界都发生了颤抖。在那片广袤的天际线上，一道裂缝如同被神之巨力撕开，横贯诸神万界的苍穹之巅。那道望不到边际的裂缝之中，璀璨的光辉如流水般细腻的洒落，宛若星河倾泻，绚烂无比。那是神藏的光辉，预示着无尽的奥秘和力量。一道熟悉的神圣天梯缓缓从那道裂口中延伸而出，架起了诸神万界通往神藏的唯一桥梁。元尊凝视着这一幕，神色间掠过一丝惊异。他曾无数次的推算，根据他之前利用气运之力的窥探，下一个神藏的降临至少需100年岁月。然而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异象却将他的之前窥探到的一切都统统推翻。神藏竟然在10年之后就要降临诸神万界，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震惊与困惑，这也是让元尊想不通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异象窥探。神藏的降临对于诸神万界而言，既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机遇，亦可能是一场灾难，因为这神藏之中蕴含的力量足以让一个平凡修炼者一跃成为一方之地的主宰，但同时也吸引了无数贪婪的目光和无尽的争斗。看来这10年之中定然发生了无形的变数，而这变数或许已经开始了。元尊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既有对即将到来的神藏的渴望，又有对未知变数的忧虑。他知道神藏的降临必将引起诸神万界的动荡，甚至是引来神界域世界的那些主神降临与之争锋。无数的传说将在那一刻全部现身，只为进入能够改变自身所有一切的神藏之中。元尊的眉头紧紧皱起，无论如何他都将追寻着变数的源头，揭开这一切背后的真相。然后元尊的气运之力凝聚极致，画面不停地往后推移，然后即将看到变数源头的那一刻，一道神影伫立于神藏之中，紧接着那道神影似乎发现了什么，伸出自己的巨手，释放出一道恐怖的力量，直接将元尊的气运之力所击溃，使得未来的画面受到了模糊，并而消失不见。什么？竟然发现了我的气运之力，并且将其击溃？那道神影究竟是谁？整个诸神万界之中，我从未见过还有如此恐怖的力量。难道那道神影就是变数的源头吗？元尊的脸上在震惊之余不断地分析着事情的真相。虽然不知道神影的身份究竟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那道身影爆发出来的恐怖力量就是改变了诸神万界变数的一切源头。看来10年之后的神藏之中，似乎出现了一位更加强大恐怖的大人物。元尊轻声呢喃道，他现在也非常的敢肯定对方的来头很大，并且比起灭神府的那位神秘府主，那道身影更为的特殊，对方的力量也极其的特殊，能够让元尊在窥探未来途中被刻意的打断，这就足以证明了此大人物的危机，同时给他带来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忌惮。难道诸神万界也终于要变天了吗？10年后的神藏降临，将会掀起什么样的大风浪？那道神影的真正身份究竟是谁？元尊在利用气运之力窥探未来时，也根本无法将对方的真面日看清，只能看到这道神影。这次神藏降临的是下篇，为何比起上篇的神藏降临，潜入其中的人物个个都是极其恐怖的存在，并且就连神界域的那些主神都纷纷现世？难道说神藏下篇中有着吸引这些强大存在的神秘之物不成？那这神秘之物究竟会是什么呢？元尊目前也看不透诸神万界以及神藏中所要发生的事情，似乎在神藏降临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被可以刻意的屏蔽了，只有自身踏入神藏中，亲身经历其中的一切，方才能够知晓。既然无法窥探神藏降临后的未来局面，那么我便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那道预言的下篇将会启示什么？还有神藏地底深处的神法封印大阵，被封印的是什么未知东西？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要调查清楚。这一刻，元尊的那双金色瞳孔中散发出了一道道坚毅的金芒。他身为诸神万界的超神巨擘势力之主，必然要肩负起守护自己的家园，维护和平。丹神塔，高耸入云的神秘高塔，
这里是所有炼药师的梦想之地，也是神州之地的一道超神巨擘势力之一。今日，这里的宁静被突如其来的异变打破，一股难以形容的空间之力在丹神塔的上空爆发，直接以玄妙的空间之力撕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塔内弟子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异变，心中惊疑不定，手中的武器紧握，准备迎接可能的外来之敌。丹神塔的所有弟子紧张地望向那不知通往何处的虚空裂痕。是外来入侵者吗？有人低声问，气氛紧张至极。然而当他们紧张地注视着那洞口，一道道熟悉而又强大的气息逐渐靠近，那些担忧与戒备的情绪顿时消散。10几道身影从洞口显现，熟悉的身影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他们正是从乾坤岛回来的萧炎、灵动、沐尘、云韵以及10大神斩老等人。而丹神塔的这一片天地中的空气似乎也因这10几道身影的出现而沸腾起来。萧炎、灵动、沐尘他们身穿霸气的衣袍，踏着虚空，宛如天神降临一般。他们的目光扫过，一切异动仿佛都随之平息。那是货真价实的大道主神方才有的恐怖威严，是萧炎师弟和他的兄弟们，还有10大神斩老，是他们回来了。丹神塔内一片欢腾，所有的弟子们激动地议论纷纷，脸上写满了敬畏与崇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异的兴奋，仿佛连此时的丹神塔气氛都在为萧炎、灵动、沐尘、云韵以及10大神斩老等人的归来而欢呼雀跃。而在这一片沸腾之中，萧炎、灵动、沐尘他们却是神色如常，眼中流露出淡淡的笑意。或许在所有丹神塔的弟子心中，他们已经成为了丹神塔的核心强者，更是可以守护这片天地间的平衡。当初整个丹神塔也是在他们的手中躲过一次又一次的灾难，所以现在的萧炎、灵动、沐尘都是他们所追求的榜样。而且丹神塔的所有弟子都非常的相信萧炎、灵动、沐尘他们的坚定脚步，每一步都已经踏在历史的长河上，引领着丹神塔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在感受到萧炎等人的气息出现在丹神塔内时，丹神塔的第100层中，内塔之主的身影立马闪现而出，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你们回来了，事情进展怎么样了？是否找到雪儿的身世线索？在看到萧炎、灵动、沐尘等人顺利回来时，内塔之主一脸开心地问道：此事说来话长，我们还是先去小世界与塔主大人一起给你们讲述这一次所发生的事情吧。孽神斩老开口说道：也好，那我们就先去小世界吧，刚好塔主大人也有事情要与你们商量。内塔之主点点头，然后便是转身飞向了丹神塔顶端的那方小世界之中。众人如影随形，一道道身影瞬息间消失在丹神塔的虚空中，踏入了那片只属于塔主秘境的小世界之中。小世界之中没有天地也上下之分，是一方非常独特的空间世界，在这里面弥漫着无尽的丹香之气。在萧炎他们进入小世界后，经过片刻的时间，开始解释此次前往天海地底深处那座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听了他们的解释，塔主大人的目光如锋利的刀刃，透过层层迷雾，直指问题的核心。这一次你们进入那座城中，与神奇联盟盟主和9大副盟主碰见了。丹神塔主轻声念叨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他微微眯起双眼，仿佛要透过重重叠叠的云雾，看到其事情的真相。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他们竟然也进入了那座城，而且还得到了一样东。西萧炎站在一旁，他的表情很平静，旋即清晰地回答道：是的，师父，似乎那样东西对神奇联盟至关重要，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神奇联盟背后的那位大人物所需要的，所以才亲自让盟主他们亲自出马，以防万一。这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众人的呼吸都变得轻柔，生怕打扰到塔主大人深思的过程。整个小世界被一种沉重而紧张的气氛所笼罩，小世界中的光线也似乎变得更加幽暗。神奇联盟背后的大人物这次还派出了自己的分身，将神奇联盟盟主和9大副盟主全部就走了，真是可惜了。丹神塔塔主本就与神奇联盟已经彻底的决裂，一听到神奇联盟盟主和9大副盟主全部给救走，心中百般不是滋味。不过那背后的大人物分身再强大，也不是那道天空之门的对手，并且天空之门在释放一道白光的时候，那片天地所有的物质力量都会被吞噬分解，就算是我们的神力和神魂力量也都难逃那一劫。不过我还是比较幸运，最后还是侥幸的逃了出来。一讲起那道天空之门的时候，萧炎的表情立马有所变化，带着无比认真之色，因为那道天空之门的所爆发出的能量是他根本就没有见过的力量。仅仅一道天空之门的力量就将神奇联盟的那位大人物分身以及金地天盟主9大副盟主全部击败，可想而知其力量的恐怖程度，难以再去想象。